沙丘2中的保罗之所以能够完成最后复仇，其力量来源于对于帝国权力的重新掌控，而之所以能够重新掌控权力，其背后则有2股不容忽视的女性力量，一个来自母亲杰西卡夫人，另一个则是来自爱人契妮。而电影中这2位女性角色却总是显得势同水火，格格不入，这也构成了创作者对权力背后的血统、阶级以及合法性的思考。杰西卡夫人出身贵族，血统继承哈科南一族，其本身的政治意图并非单纯的复仇，而在于她身后姐妹会组织的更为宏大的理想，即统御整个帝国星球。为此，他们已经筹谋了很多代，并利用权术阴谋，暗中完成了育种计划。保罗也是这个计划中的一个棋子。保罗父亲雷托厄崔迪在生前就曾质问杰西卡夫人是否会为了姐妹会的利益而牺牲保罗，而事实证明，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而第2部的杰西卡夫人在成功变身弗雷曼家族的圣母后，更是看到了宏伟计划能够实现的巨大希望。她一面利用救世主传说煽动舆论，让人们对儿子保罗的信仰逐渐加深，同时又诱导保罗走向追求权力的不可回头之路。这其中既有杰西卡夫人长期作为统治者所善用的愚民之术，更有作为姐妹会成员所深谙的权谋之法。而这些手段在民风淳朴的弗雷曼家族中的效果非常显著。契妮作为弗雷曼家族的英勇的女战士，其身上带有与众不同的反抗权威的精神，这一点深深吸引着同样不痴迷权力的保罗。但契妮对保罗的逐步接纳和爱恋，也同样一步步助力保罗登上权力的顶峰。保罗作为流落弗雷曼一族的厄崔迪贵族子弟，即便有救世主的传说加持，要融入弗雷曼人，从而获得广大的群众支持，也绝非易事。契妮作为坚决反对统治者权力压迫的一方，他看重的正是保罗身上所具有的正义感和仁爱精神，这一点是一般统治者所不具有的，却是保罗承袭自他的父亲的品质。契妮和保罗由并肩作战的战友变为同床共枕的爱人，这一过程恰好帮助了保罗获得了广大弗雷曼人的认可和支持，为其后来一呼百应反攻帝国皇帝打下了重要的群众基础。保罗并不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但天生的正义感使其在哈克南家族对弗雷曼人展开疯狂攻击的情况下，毅然担起了领导者的责任。这背后是2个女人的较量和斗争。一方面，契妮当面指责过杰西卡夫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奴役弗雷曼人，其实是要利用他们完成自己的阴谋。另一方面，杰西卡也利用了契妮的恻隐之心，在保罗喝下生命之水后，助力保罗完成了最关键的脱胎换骨。而保罗正是在这2人的相互斗争和助力下，完成内心的转变，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保罗从第1部厄崔迪家族覆灭到第2部的完成对皇帝和哈克南家族的复仇，经历了一场失去权力又重夺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2位女性的注视下完成的。然而，权力一旦登顶，就要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维持权力？这个时候，权力带来的恶果也逐渐显现。保罗之所以抛弃曾经的爱人契妮，迎娶帝国公主，就是要维持自己权力的正当性。曾经为了赢得弗雷曼人的支持，他与平民战士契妮并肩作战，而一旦需要维持权力，他又得脱离弗雷曼人，突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贵族血统和高贵门第。从贵族跌落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回到贵族阶层去，这一过程恰是保罗故事的一个闭环，也必将开启新的矛盾和斗争。